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罗。最近呢，老牌合资车企推出了一款纯电 SUV， 被称为是智能辅助驾驶的新明星，它就是一汽丰田 BZ5。这台车呢，一共有2个版本，分别是一台为预售价为13万级的550公里长续航版本，另一台呢是预售价16万级的带 L2 智能驾驶辅助的版本。那我们今天这一台呢，一看就是一个带激光雷达的 L2 辅助驾驶版本啊。整个车子的外观呢，非常吸引的年轻人，因为它跟之前以往的丰田设计不一样，更与众不同一些。丰田官方呢，将它的前脸称之为锤头鲨，并且在车灯方面融入了一个雷神之锤的设计，看上去就非常的前卫。车身侧面呢，用了很多锋利的线条，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更加的融为一体，然后也有这种暂时切割的设计，看上去呢就会更加的运动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台车还配备了一个21寸的铝合金轮毂，在这个价位呢也是相当的值。车尾部分的设计呢，它用了一个一体式的扰流尾翼，还有一个环抱式设计的尾灯。这个尾灯呢也是跟前脸相呼应，整个车尾呢看上去会更加的有层次感。我们再来打开一下它的后备箱，它呢是没有配备了电动尾门，它是需要这样手动开启。打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作为年轻人第一台家用车来说的话呢，整个后备箱的空间非常的大。之前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丰田燃油车它的内饰设计呢比较的传统，比较的保守啊。那丰田 BZ5 的设计呢就会有一些创新的地方。面前这个15.6英寸的中控屏呢，在合资品牌上面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就会觉得它增加了一些科技感。而且呢，它里面还有200多个 APP， 从导航到娱乐，从工作到生活，尽情下载。另外呢，我面前还有2块一大一小的屏幕，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的尺寸比较小，但是作为日常使用一些关键信息的这个显示屏呢，它就已经足够了。对这台车的一个创新部分呢，我们就从这个方向盘讲起。转向灯呢变成了按键时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就跟法拉利的开启是一样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这个换挡部分的特别，它需要往下按住来切档。第3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一个开启方式，没有电动开启方式，而是隐藏式的一个机械开始器。每次在开它的时候呢，你就感觉自己在捏一个自行车的刹车一样。第4个很新奇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外后视镜调节被放在了屏幕里面调节。那你想，它已经保留了这么多的机械按键，但是最简单的一个外后视镜调节，它却需要在屏幕里面控制。我觉得这个还挺麻烦的，其实。然后座椅部分呢，它整个车子坐上去支撑度里面的填充物呢还是很舒服的。然后它支持一个6项电动调节，整个皮面呢也是用了这种全打孔的一个设计。前排座椅呢支持一个座椅加热功能，但是没有座椅通风。那我们现在再坐到后排来感受一下它的一个乘坐空间啊，在保留了我刚才的一个驾驶坐姿之后呢，加上它一个纯平的地台，整个后排的空间呢就显得非常的宽敞。然后呢，它头顶是一个1.44平的一个全景天幕，视野看出去呢也会更加的开阔一些。那我们坐在后排呢，往前面看出去呢，对这台车它精致的一些内饰细节会更加的明显的感受到。比方说它用了很多这种黄色的缝线，然后还有一个黄色的安全带，会增添它的精致感。功能配置方面呢，后排是用了2个独立的空调出风口，然后上面是2个快充口，以及这边还有一些置物的地方。这一块中间呢应该是2个杯托，然后你看它按下去会有一个这个卡口，这样就很方便。然后它的后排座椅呢也是可以独立这样子放倒，为了增加后备箱的空间来使用。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开上路了。今天呢，主要就是为了体验它的动力和 L2 级驾驶辅助功能究竟怎么样。首先，这个车呢，它是一个550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版本，搭载的是65度的电池，它是一个220千瓦的单电机版本，最大扭矩呢是330牛米，然后一共有5种驾驶模式，所以可以满足不同情况下面的一个驾驶需求。而且我们看到它的加速情况在日常驾驶当中呢也足够用了。另外呢，这台车的最小转弯半径呢是5.6米，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它在日常驾驶当中呢非常的轻巧灵活。开起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子在过这种路面不平、颠簸路段以及这个窨井盖的时候呢，整个车内的晃动不会太明显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开这个车子它最不习惯的就是它这个转向灯打法，我要不停的让自己去想一下它的转向灯是这样子开启。另外呢，在我正前方这边有一个 DMS 的红外线监测，然后它可以监测你疲劳驾驶开车分神然后车子就会有相关的这个报警来提示你，大大增加它的行车安全性。现在呢，我们来体验一下它的一个自动泊车功能，它已经识别到了，然后我们点开始泊入，随风开就交给它自己来做。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呦，好快啊！这么快的一个速度呢 ？OK， 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整个泊车非常的一个快速啊。开车小 tips， 在使用它的 L2 智能驾驶辅助之前呢，你需要它下载 APP， 然后学习一段视频，然后通过考试你才能够开启。通过学习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开到城区里来体验一下它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了。这台车呢搭载了一个业内领先的 Momenta 5.0 的系统，再加上544 TOPS 的一个算力芯片和全车33个的感知元件，可以实现30多个辅助驾驶功能。首先呢，我们要设一个导航，你好丰田，在哪？导航到新华厨大饭店。结果是第几个？第一个。设好导航之后呢，你可以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双击，你看。现在就已经激活了这个支架了，转向非常的丝滑。你看，面对这个临时变道的车，它会一个减速避让，还是很安全的。经过一整天
天的这个试驾下来呢，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的智驾表现呢还是非常像一位老司机的，就非常的聪明灵活。另外这台车呢，它是作为一台起售价13万元的合资品牌的中型纯电 SUV 啊，无论是在外观以及续航能力，还是它的这个智驾方面呢，都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如果你手握10几万，你会考虑它吗？